乘客下车以后，发现他遗失了物品，他没有去等待这个乘客，也没有尝试把这个行李归还给乘客。他把行李落在车上，这是他的失误。他不落在车上，不是没这么多事儿吗？出租车司机拉载乘客，对于乘客忘在车上的行李箱，他选择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事后更是开车扬长而去。乘客找其索要，却还假装没看见，直到监控记录被公之于众，司机这才被啪啪打脸。但面对真相摆在眼前，他却舔着脸把责任推给乘客，直言谁让他把行李箱放在车上，所以丢了也纯属活该。因此双方闹到对簿公堂。那么最终判决结果如何呢？据席女士所述，事发当天自己出差回家，从高铁下车后便打了辆出租车，因为行程过于劳累，她便在车上缓缓睡去。很快到达目的地，但脑袋依旧没有清醒，随后就把行李箱忘在车上下车回家，直到快要走进家门口，席女士才猛然想起自己手里少了些什么，于是急忙返回下车的地方。刚走了1分钟吧，然后我就突然想起我行李箱了，我就往回跑，跑过去的时候就看见出租车的尾巴已经走了，我也追不上。席女士虽然快马扬鞭，但还是没能追上出租车。看着车尾灯渐行渐远，席女士焦急万分。为什么出租车司机连提醒都不提醒自己一句，就开着车扬长而去呢？哪怕等多等半分钟，我就能跑回来了。为什么我下车他就不能提醒我呀？不能你后备箱有东西。席女士不敢耽搁，立即调取微信支付记录，并找到了司机联系方式。然而电话拨通后，司机却表示并未看到过行李箱，可他才刚刚离开不过5分钟，行李箱怎么会莫名其妙消失呢？于是席女士立即调取路边监控，结果把她气得血压猛增。我下车往前面走了大概有40-50秒吧，然后出租车呢也不走，它就在停着。然后等我走到一拐弯，他看不见我了。出租车司机下车了，把后备箱打开了，开后备箱，监控能看到我的行李箱银色的在后备箱。然后呢，他盖上后车盖，然后他就上车了。事后，司机即便发现了行李箱，却装作没有看到，并开车扬长而去。可当席女士给司机打去电话时，司机却表示自己没看见行李箱，会不会是席女士有健忘症，根本就没拿行李箱上车？席女士闻言非常恼火，不过她还是决定给司机一次机会，表示可以给司机一笔感谢费，希望他能把行李箱还给自己。可司机却表示席女士在诬陷好人，他说没看见就是没看见，要是再敢骚扰自己，他就报警把席女士抓走。席女士见司机死不悔改，便把监控记录发给了他。司机见状却换了另一种说法，表示行李箱丢了，或许是被席女士的下一任乘客顺手牵羊了。席女士闻言火冒三丈，随即以对方恶意霸占别人财产为由，把司机告上法庭。因为我觉得他特别恶意的占有我的私人财产，因为什么我走这么半天他不叫我呢？他在车等着，他为什么要等？干嘛不我下车他就走呢？据席女士所述，自己原本给了司机一次机会，只要他把行李箱归还，他不仅不会追究司机责任，还会给他一笔感谢费。可给他机会，他却不中用，执意声称没看见过行李箱，拒不归还。其真实目的就是想霸占自己财产。随着监控记录曝光，司机这才承认自己确实看到了行李箱，不过他当时的想法绝不是私吞，而是想交给公司处理。把咱合上袋子以后，你马上就走了，你为什么不在原地再等一下呀？干活的嘛，就准备交公司，是第2天准备交回公司交给公司。此话一出，众人哭笑不得。当时席女士刚刚下车不过1分钟，司机完全有机会喊住席女士，或者是通过订单给她打去电话归还，可司机并没有这样做。对此司机哑口无言，反正现在行李箱已经丢失，他认为与自己无关，谁让席女士记性不好，把行李箱忘在了他的车上，所以现在行李箱丢了也与他无关。对此席女士极力反驳，自己当初联系司机不下10次，可司机就是死不承认曾看到过行李箱，这样的意图已经十分明显，就是想霸占自己财产。我自己通过微信平台打电话打3次不接，而且给他发通过这个平台发微信，他也不回。第2天上午，然后这个微信平台人工客服也联系他，他说也没看到，他就是没看到，就说死不承认。为什么你联系不到我，我主动联系你的都不行呢？席女士还补充道，行李箱内都是自己个人的生活物品，没有钱包，也没有现金。难道司机有恋物癖，想通过收集自己贴身物品来满足他那变态欲望吗？司机闻言恼羞成怒，表示席女士不要血口喷人，但从她脸红脖子粗的症状来看，很有可能真的让席女士说中了。随后席女士表示，自己那些个人物品都是从海外购买的，价值大概3万元左右，所以司机应承担赔偿，但司机就是找各种理由，坚决不肯赔偿。你拿着黄金，你拿着黄金都箱子里边了，能证明你东西搁在你箱子里。可不论赔偿还是不赔偿，也已经不是司机说的算了。监控录像已说明一切，按照相关规定，司机发现乘客有遗失物品后，应在原地等候车主
或是把行李箱送到附近派出所，但司机却并未这样做，所以法官经审查决定，司机蒋某应承担主要责任，赔偿席女士3万元损失。事情至此落下帷幕。那么对于司机的做法，你们有什么想说的吗？我们下期再见。